最近 A 股市场又开始疯狂起舞了。国务院刚放出利好消息， A 股就连涨6天，从3000点冲到3600点，涨幅20%，看得人眼花缭乱啊。但这种涨势能持续多久？是不是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割韭菜大戏了？9月24日，国务院放出空前利好政策，说要大力支持资本市场发展。A 股就像打了鸡血，一路飙升。可这狂欢能持续多久？10月8日节后开始涨停，但9日就大跌10%，10日、11日继续跌，傻眼了吧？再也有个炒股的朋友说，涨的时候散户疯狂进场，但主力大户却在偷偷撤退，资金净流出数据明摆着要割韭菜。这朋友还算清醒，8日就撤了，小赚850块。这成绩已超过99%散户了。根据数据，2022年 A 股散户亏损比例高达87%，平均亏5.4万元。这850块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说说割韭菜这词，从2010年代 A 股开始流行，形容股市里被大户欺负的散户。为啥叫韭菜？因为割了还会涨，像极了老百姓的剩余价值。后来这词变成了中国老百姓的代称，比屁民好听，但讽刺意味更浓。中国人混到这份上，够悲哀的。2019年，中国花卉协会想评选国花，建议选牡丹，结果网上投票，韭菜票数碾压牡丹。到现在中国没正式国花，但问起来，大伙儿都笑说韭菜。这次 A 股是怎么回事？得从中美对抗看。9月18日，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，说明美国这轮金融战输了。前几年美国加息，想吸走全球资本，让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，再来抄底。简单说，就是割全世界韭菜。但这次美国失算了，中国已经太强大，割不动了。中国还能借美元给小国家渡难关，气人不？有人把这较量比作高血压对低血糖，美国是高血压，中国是低血糖。熬到9月，美国先扛不住了，只能降息。中国立即放出利好政策，要拉抬股市。爱国群众兴奋了，轮到中国出招了，要抬股市，吸引全球资金，股市必涨，这是政治任务，兄弟们，冲啊 ！A 股连涨6天。广大群众又一窝蜂了，这是当权者最怕的行为之一。股市大跌后出现2种说法，一种说国家想要股市慢慢涨，不是这么疯涨。你们从3000点拉到3600点，这不是虚火吗？再涨下去崩得更惨，谁负责？需要技术性调整，大家要有大局观。另一种更有意思，这波拉股市主要是化债，解决地方债问题。地方债早爆了，现在靠强权硬压，但能一直压吗？最后还得中央埋单。怎么埋单？印钱放水，出政策，拉股市，割韭菜。但事情哪有那么顺利？套牢已久的企业和大户等不及了，看到8日差不多到高点，马上套现跑路。散户多少买盘，大户就卖多少，还有什么压不下去的？最意外的是 ，A 股割了这么多次韭菜，还有人信这次是真的。原来是00后新韭菜，成年了，出社会了，进场了。这帮00后初生牛犊不畏虎，操作起来那叫一个虎。怎么个虎法？贷款、融资去炒股，虽然规定信贷资金不能炒股，但下有对策。几十万、几万的小散户，谁管得过来？亏了钱还不出来怎么办？00后的回答惊人，就当把个人征信卖了30万，亏了10万，我还赚20万。征信就是你的个人经济身份证，记录你的基本情况和负债情况。征信不好的人很难借到钱，找工作也难。疫情3年，太多人陷入困境，征信都黑了。国家推出了债务延期或减免政策。当越来越多人这么想，这么做，征信黑掉
也就不那么可耻了。卖征信换钱这种无赖招数，反而越来越有市场。有个最狠的帖子是这么写的：都说这次股票是国战，说我们00后是韭菜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就是爱国就是冲。我们一个公司20多个00后一起投入了1000多万。我们是爱国，严正警告资本不要割我们，因为我们的钱都是信用卡、网贷，敢割我们，我们就敢不还，看谁是韭菜，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，国家都是我们的。这帮00后简直要上天啊！评论区炸锅了，有人说老福60多了，还没接班呢。也有人说年轻人太天真，以为法不责众。你以为不买房、不结婚就没软肋，国家就治不了你？但也有人羡慕这种豁出去的精神，因为人家干出了自己想过但不敢干的事，活出了那种孤注一掷的气势。这不只是赌博，真正的爽点在于反过来绑架国家和社会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是韭菜，这辈子都是韭菜。我不想被割，又难免被割，因为有各种束缚。那我干脆把能舍弃的都舍弃，一个人躺平，或跟一群人一起躺平，你就割不到我了吧？而且你还得养着我，否则哪天可能就冒出个光棍，来个随机杀人，报复社会。这种想法是不是让你不寒而栗？当然，真变成这样的人不多，但想想就觉得爽，对吧？这就是为什么周处除三害在大陆那么火。中国年轻人血气方刚就被应试教育磨没了，出社会，房子和结婚两座大山压上来，工作环境越来越差，憋屈的不行。人还年轻，心还没死，向往那种豁出去的故事很正常吧？最近网上又火了个词“无敌之人”，原本是日语，指不在乎或不懂得顾虑他人的人，比如不懂事的小孩、失智老人、精神障碍者，还有少数头脑清楚但故意无视社会规范的混蛋。中文里也有类似用法，比如快退伍的兵、快退休的公务员都可说无敌了，只要不犯法，怎么混也没人管得了。是不是很向往？周处除三害里，阮经天演的那个没亲人，以为自己快死的男主角就是典型无敌之人。沙安被禁散的山上彻也算不算？不算，他还挺谨慎，不连累无辜，杀完就自首，是手续阵营的大仁大义，比那种混乱阵营的疯子境界高多了。但大陆网友虽然推崇山上，在幻想什么能让老爷们害怕时，还是觉得那种不可预测、不可理喻的随机恐怖更过瘾。当然，也有人嗤之以鼻，你们忘了80、90年代最糟糕的时候，真有很多要钱不要命的悍匪，还有豁出去的疯子。他们改变了什么？有多少人同情他们？后来让社会好转的，不还是经济建设吗？有人说，那时虽穷但有希望，现在不愁吃穿，却希望越来越少，所以现在年轻人的怨气更理直气壮。但也有人说的白，会叫的狗不咬人，很多人只希望有疯狗去咬人，让老爷们忌惮，然后发福利给自己搭便车。再也同意这看法。中国人口那么多，每年都有一些走投无路而报复社会，甚至杀公务员的人，但这些事都被嘴炮消费成了人血馒头。以前公知流行时，教中国人反思学习西方民主，现在公知成了脏字，人血馒头变成了无敌之人这种反秩序的混乱。不变的是，大多数人只是嘴上说说，心里想想。真有人那么干，正常人还是会怕的。所以这次 A 股回调，虽然本质上还是割韭菜，但也可解释为预防过热，冷却中国人容易一窝蜂的激情。我们该怎么看待这现象？很多人可能继续嘲笑 A 股，嘲笑那些自以为是孙悟空，实则永远翻不出如来佛掌心的韭菜，现在已可悲到想要成为疯子和无赖。但再也反对这种态度，它除了让你分泌点虚荣心、优越感，没什么好处。
我们同为华夏儿女，应该发正念，走正道，认识到这反映的是一种精神需求，理解它，赞叹它。如果你也能提供这类幻想，就像周处除三害，你不就有市场了吗？即便不做生意，这也是正经的心灵交流啊。说到底，这些现象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。根据数据，202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 0.466， 远超 0.4 的国际警戒线。这说明贫富差距有多严重。再看房价收入比，2022年北上广深的房价收入比高达30至40倍，普通人不吃不喝30至40年才能买套房，这不是逼年轻人绝望吗？教育资源分配不均，医疗资源紧张，养老金亏空，就业压力大，哪个不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大山？在这种情况下，年轻人幻想成为无敌之人，很正常吧？他们只是在宣泄内心的不满和焦虑。现在的00后生在和平年代，却生活在充满矛盾的社会里，一边是国家宣传的繁荣强大，一边是每天面对的现实困境。他们上网看到国外年轻人的生活，再看看自己，能不失望吗？根据调查，超过 60% 的00后认为自己很难通过努力改变现状。这是多么令人心痛的数字！年轻人本该充满希望，现在却觉得无力改变命运。2023年数据显示，中国大学生就业率只有 76.5%， 创近年新低。剩下 23.5% 的大学生都是无业青年啊，你说他们能不焦虑吗？还有买房结婚的压力。一线城市房价几万1平米，刚毕业的年轻人工资才多少，省吃俭用，可能一辈子也买不起房。结果结婚难上加难。2022年，中国结婚率降到 5.4 分号，创40年新低。连结婚这种基本人生大事，现在的年轻人都觉得是种奢侈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00后在股市里豁出去梭哈，或幻想成为无敌之人，不是很好理解吗？他们可能觉得，反正按部就班活着也看不到希望，不如放手一搏。赢了，说不定能改变命运；输了，大不了就是烂命一条，反正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。这种心态就是一种绝望中的反抗。他们可能不懂经济，不懂政治，但他们明白现在这个社会对他们太不公平了。这种绝望的反抗，其实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。年轻人失去希望，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哀，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。你看啊，现在的00后生在太平盛世，却活在内心的战场上。国家天天喊着中国梦，可他们的小梦想却越来越难实现。买不起房，娶不起媳妇，找不到好工作，这哪是什么盛世啊？有人说，现在的年轻人太脆弱，吃不了苦。可问题是，他们真的有机会吃苦吗？996工作制下，他们连吃苦的权利都没有，加班加到半夜，回到家连养盆花的时间都没有，谈什么诗和远方？再说说教育吧，现在的教育把孩子们逼成了考试机器，从小学到大学，天天考试，天天补习，可到头来学到了什么？除了应付考试，还会什么？出了社会，发现自己啥也不会，这不是教育的悲哀吗？医疗问题也是让人心寒，看病难，看病贵，已经成了老百姓的心病。一场大病下来，可能就倾家荡产了。你说，年轻人怎么敢生病？怎么敢结婚生子？养老金亏空的问题，更是让年轻人心里没底。现在工作那么辛苦，交那么多养老金，到老了能不能领到还两说？这不是在透支未来吗？所以啊，00后们在股市里拼命，或者幻想成为无敌之人，其实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。他们不是不想努力，而是觉得努力也看不到希望。最后，再也想对那些掌权者说，你们要真心实意为老百姓着想啊，不要总想着割韭菜，
要想着怎么让韭菜长得更茂盛。只有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你们的日子才能更好。否则，韭菜们若都被逼成了无敌之人，那金銮殿的龙椅位置也难保久坐安稳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们怎么看待这些现象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帮忙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、转发。咱们下期再见。